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还是在亚马河这边用晒竿继续蹲新。最近这边的鱼口的话，基本已经趋于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，也就是说，鱼口已经基本回归了一个正常的水平。前阵子的话，因为稍微气温有点低，整个水温也稍微低一点，所以前段时间亚马河的鱼口会相对比较好。但是随着温度的逐渐上升，那这个鱼口的话，也是由于温度变化的原因，它有所下滑。但是从使用晒竿的角度来说，这个鱼口的话仍旧有一定的保障。那不同的就是可能某一些特征的鱼会比较多一些。我这边是有发现花膏、红点斑这种类似的鱼会相对出现频率会比较高，有点类似大马哈鱼这种情况。所以为了做一个更长的一个测试，我将鱼饵的整个范畴进行了进一步的拉大。原先的话，固定的两种饵，也就是这个屎壳郎跟这个草蜢这两种，然后陆续增加了五叶金龟子跟蟋蟀这两种。其实整体的差别的话并不大，个人感觉就是这些昆虫饵的话，特点其实也比较明显。相对的话，饵的重量会比较大一些。个人感觉选择鱼饵的话，选择重量大于等于4克，就是说基本是在4克或者5克的这种昆虫饵之间进行选择。然后测试的话，基本就是4选2这种撞大运的一个情况。当然，4选2的话，也没有说哪两种鱼饵的整个鱼口的效果会更好，因为我这边的话，更尽可能的去避免一些比较常见的鱼类，所以会针对性的换饵进行测试。测试的结果的话，个人感觉草蜢跟蟋蟀这两种混合的搭配会相对比较好一些。然后同时在这边的小石口依旧是非常之严重，但是由于蹲心的话，确实是可以增加一些在这边钓鱼的时间。但是经过我的一个长时间的测试比对，鱼口的话，在第1个小时大概能够达到40到50条左右，就是基本上是一种正常鱼口的情况下，它应该是能达到这么多的一个渔获。但是，一旦达到第2个小时，那第2个小时的鱼口可能就只剩下30到40条之间，然后接着依次递减，达到第3个小时的时候，基本上就只剩下20到30条鱼之间。
我也是本来打算在这边钓一个150条鱼，也就是一个满户的渔户。结果钓到第4个小时的时候，我只钓了半个小时，因为整个鱼口的速度已经下滑到一个令人发指的地步，基本上需要每隔3、4分钟，甚至5、6分钟才可能来一口鱼。也就是说，目测第4个小时开始，在这个常规点位的话，它的鱼口可能就只剩下10到20条鱼左右。那这个衰减的频率也好，或者说是渔获量也好，衰减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。所以按照我之前说，在亚马河这个点位的话，感觉还是2个小时是最优的一个选择。大概最终的渔获量能达到60到70左右。就是说，按照一个没有特殊环境因素导致鱼口偏多的情况下，它正常是能够达到60到70口鱼。当然，如果说是因为低水温引起的鱼口提升，那可能的话，这2个小时的渔获能达到80条以上，也是一个有可能的现象。但是如果说把这个时间线拉长到3个小时的话，可能整体的渔获就只能控制在85条以上。大概上限会在100条鱼以内。至于第4个小时开始的话，再用晒竿在这边钓鱼，基本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。这时候考虑切换钓法，比如说切换成路亚的一个形式，或者说是切换到其他地图去钓其他鱼。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。主要晒竿的话，本身又是受限于整个白天的时间，基本上来说，晒竿到了晚上的话，鱼口会断崖式的下滑。这一点也是晒竿钓法的一个普遍的一个规律。并没有办法通过改变鱼饵或者说一些抛投距离以及深度的一个变化，就能改变整个鱼口的现状。像基本到了晚上，我基本就处于一个挂机的一个状态，因为基本上每隔相当于10分钟左右才可能上一条鱼，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意义。所以每当晚上到凌晨0点到凌晨4点这个游戏时间之内，基本上是可以做一段小小的休息时间，并没有必要持续的进行抛投。基本上上鱼的概率是很低的。那还是在清晨这个阶段，凌晨4点到凌晨也不是凌晨吧，到早上的10点之间，应该是亚马河这边晒竿鱼口最好的一个黄金期。过了这个黄金期之后，到了中午，水温的整个提升也会导致整个鱼口的下滑，而且下滑的整体水准吧，或者说是整体数量也会比较明显。当然，如果说是水温较低的一个情况下，整个鱼类的鱼种
分布也会有较大的改变，会有更多比较少见的鲑鱼在此会出现。这点的话也是得查看一下每天的天气预报，这点的话会给予大家更好的一个参考标准，就是什么时候来这边钓鱼。来到鱼市这边，总共的收益的话也是还可以，但是并不算特别高，只有1600银币左右。